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跟你说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想要来新加坡工作，你必须知道的6件事。在我分享这6件事之前，想要先麻烦大家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现在开始进入正题。谈到工作，大家最想知道的一定就是薪水。在这边给大家一些例子，让大家心里有一个标准。在新加坡，如果你是当地的大学毕业生，的起薪其实大概是3000块新币，是台币的大概6万到7万。在新加坡大学生其实是蛮少的。来举一些其他的工作薪水的例子给大家听听。餐厅的服务薪水大概会是在1300新元台币的3万块左右。百货的零售服务业大概的薪水底薪会是2000块新元币的4万到5万之间。在新加坡其实有几个的领域是非常吃香的，比如说金融业、航空业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相关的背景的话，来新加坡找工作，你的薪水可能就会很高。那再来呢，大家可能会好奇，新加坡有这么多不同的种族的人，在这边到底大家是说什么语言当做工作的语言？从1985年起呢，英文就一直都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，不管是在学校、在政府机关或者是私人的企业，所以所有的书信跟一些合约啊上面写的全部都是英文。不同的产业别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需求，所以如果你是中文跟英文都很通的话，新加坡就是你很好发挥的舞台啦。讲了这么多，大魔王来了，工作签证在这边叫做工作准证。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会有3种工作准证，第一个是WP Work Permit， 第二个是 SP Special Pass， 第三个的话是 EP 叫做 Employment Pass。这3个是最简单的分法，就是用薪水来分。WP 是没有最低月薪限制的， SP 底薪限制是一定要2300新元以上，然后 EP 的话是3600元新元。但是这里面呢，其实都还包含了你的学历、你的工作背景，还有你的工作领域。劳动部全部一起看了以后，才决定说你会是怎样的工作准证。常常会有月薪超过3600块新元，却没有拿到 EP， 拿到的是 SP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呢，其实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，相关的一些连结我放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去参考。再来呢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新加坡找工作的平台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台湾找工作可能就是上104这些求职的网站。在新加坡呢，我会推荐大家有4种方式。第一个叫做 LinkedIn， 各大企业都会把它的一些职缺，还有它公司最新的讯息都放在 LinkedIn 上。第二个呢，其实新加坡最大的当地的求职网站叫做 JobStreet， 跟台湾的104有一点像，它也可以把你的履历传到上面。第三个呢是各大公司的 Career 专区，如果已经锁定了几家公司的话，招募专区去看一看他们就是想要找的人。最后一个呢蛮特别，在新加坡已经有蛮多台湾人在这边工作，有一些 Facebook 的社团是非常有用的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前进兴国这样的一个社团，大家会把很多的职缺都放在里面。到外地工作，生活费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这边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新加坡的生活费。第一个呢，我想要用吃饭的例子，一餐大概是4块到5块新元，是台币100。在这边地铁单程大概是30块台币，公车呢大概是15块台币，计程车大概起跳价是80元台币。其实跟台北比起来都没有太贵。那住宿的跟台北的房租比起来，相较之下是比较贵的。如果你在这边想要租雅房，大概是500到700新元台币，可能要13000到15000之间。要租到就是套房有厕所的话，在这边可能就是要800到1000多新币，2万多台币啊。讲了那么多呢，我们要来总结一下。要去海外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去过那个地方。我会建议，如果想要来新加坡工作的，你一定要来过。你如果没有来过的话，你会根本不知道这里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还有你会不会喜欢这里。来完新加坡以后，觉得说这里是我理想工作的国家。最重要就是准备好一份英文履历。面试工作呢，其实你不一定要到新加坡本地。像我那时候就是透过电话面试，还有Skype 的视讯面试，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。确定得到了公司的 offer 之后呢，其实这一关我觉得是最大的。就算公司要你，劳动部不要你的话，你就是没有办法来。那当一切都已经通过以后，可以开始准备你买好机票，然后飞来新加坡。来到这里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做体检。来新加坡工作的体检其实蛮简单的，但是有2件事情是你一定不可以有。第一个就是不可以有肺结核，第二个呢就是你不可以有 HIV。其中有一个被验出来的话，都没有办法在新加坡工作。今天的分享都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想要找新加坡的工作，或者是你有任何其他问题，都欢迎留言在下面，我可以尽我所能的帮你解答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的话，我下面也会附上我之前写的文章，里面有蛮多有用的链接，都可以提供你做参考。谢谢你，拜拜。